各位同学好，我们要介绍这个单元是有关 VMware 的认识，它的实作篇的部分。那在课堂中的话，我们已经介绍 VMware 相关的知识。那在实作中的话，同学可以按照 PPT 的一个步骤来安装 VMware 的 Workstation Pro 来建置这个虚拟环境。然后呢，当中我们可以去测试 NEARS 的指令。然后呢，其中会有以下的项目。第一个就是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 Pro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是 VMware Workstation Desktop 的部分。然后执行 NEARS 的一个指令的测试。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VMware Workstation Pro 的下载跟安装。第一步，我们可以到 Google 搜寻博通，然后点击进入网站。因为要下载 VMware Workstation Pro 的话，必须要注册这个网站的账号，所以第一步我们就先来注册，然后点选这里，然后按下注册。这边的话就是输入你常用的 email 进行注册，然后输入完 email 跟验证码之后，就点选下一步，然后就可以去你的信箱收验证码，按下认证。那这一步的话，就是要填写一些你的注册资讯，然后你就可以填上你的英文名字。然后国家的部分的话，就选择台湾。工作的部分的话，选择 Other 就可以了。然后就输入你想要的密码，然后勾选同意，就可以创建账号。然后在这一步的话，他会问你要不要建立你的个人资讯，然后你这里可以点击 I will do it later， 然后它并不会影响接下来的下载。那这样子的话就完成注册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登录我们刚刚注册完的账号。然后这里的话 username 就是你刚刚注册账号的 email， 点选下一步，然后输入刚刚设置的密码。那这样子看到这个页面就可以知道，就是我们登录成功了。那在下一步要下载它的执行档，那我们就点选这里的这个符号，找到 VMware Cloud Foundation， 按进去。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很多栏位，我们就点选这个My Download 的部分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就找到 VMware Workstation Pro 这边，然后点击进入。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不同系统的下载点，然后我们就要找到是 Windows 系统的。然后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必须要选择这个 For Personal Use， 然后才能进行下载。然后点开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我们就是根据你看到的最新版本进行下载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边的话是 17.6.1 的版本，那我就下载这个最新的，点击进去。那在这边的话要点选这些同意条款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云的符号进行下载，然后点击 Yes。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贸易合规性认证，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填写我们的个人资讯跟住址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有刚刚我们已经填写过的资讯，所以我们这里的话要输入我们的英文住址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 Google 搜寻中英地址翻译，
然后就可以看到中华邮政的网站，点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地址去做选填，然后输入完之后就可以得到英文地址的部分。那我们可以先填选 city，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所在的城市去做填写。就会跳回刚刚的画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点选下载符号就可以了。那下载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启资料夹，点击执行档，那就会开始进行 VMware Workstation Pro 的安装。然后基本上这部分的话，按下一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也是就是它的同意条款的一些资讯，所以按同意，然后一样按下一步。然后这边也是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。那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直接按 install 就好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等待它安装。然后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我们就点选 Finish， 这样就完成安装了。再来，我们就找到 VMware Workstation Pro 的应用程式，把它打开。那看到这个页面的话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安装完成 VMware Workstation Pro。那安装跟下载的部分就到此结束。然后我们安装好 VMware 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在 VMware 上面安装Ubuntu桌面版。然后这次我们要示范的是 22.04 版本，所以我们就在 Google 搜寻中输入 Ubuntu Desktop， 然后 22.04， 然后我们可以点选这个第一个搜寻结果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映像档，所以我们就点击第一个连结做下载。然后因为我之前已经有下载过一次这个版本的，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做示范。等各位同学下载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切回去这个画面，刚刚我们已经下载好的 VMware 的画面，然后点选这个新增一个虚拟机，然后这边的话就点选下一步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要找你刚刚下载好的那个映像档进行安装。那选择之后再点选下一步，这边的话就填一下你自己的 full name 跟 user name， 还有你要设置的密码那些。填写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按下一步。那这里的话就是看你需要设置在哪个位置，那我就直接设置在它预设的地方。这边的话就是要选择你需要切割给这个虚拟机的大小，因为之后可能会安装不同的资料库，还有一些资料的东西，所以说建议是可以切多一点。如果你有足够的空间的话，可以切多一点的空间给它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就输入30。那如果之后，其实如果你有发现空间不够的话，其实都还可以再做调整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页面就是设定的部分。如果你对于这些有需要再调整的地方的话，可以再点击这一个部分。那我会把那个核心数再提高。然后 memory 的话，我也会做提升。
然后剩下网络连接的部分就是点选 NAT 就好了，然后剩下的就根据你自己的电脑的配置状况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多切一点资源给它。那好了之后就关闭，那最后再确认一下你自己的那个设置的资讯，那没问题的就按完成。那这边的话，它就会自动启动并安装。然后接下来步骤就是我们要先设置Ubuntu的一些基本设定。这里的话就是点选自己常用的语言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里就选择英语，然后就点选下一步。然后这一步的话，就是点选 Normal Install 就可以了。然后一样是下一步。然后这里也是点选这一个 Install Ubuntu 的部分。然后再点选 Install Now。这里就点选 Continue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选择你的时区。点选台北，然后这边的话就填选你的名字跟 computer name 还有它的密码。填写完之后就按下一步。那这里的话就是等它安装完成。那这一步安装好之后，就可以按 Restart Now。那这样它就会重新开机。那看到这个画面的话，就是安装好了。那我们Ubuntu桌面版的安装就到这边结束。安装完Ubuntu桌面之后，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些 Linux 常用的指令。像是档案目录管理相关的啊，网际网路操作相关的，跟文字编辑相关的指令 ，Linux 有非常多种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去做搜寻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就会进行一些比较基本的指令介绍。那一开始我们就先按 Ctrl+Alt+T 加 T 去打开 Terminal 的画面。再来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查询 Linux CPU 的使用率的指令。我们在画面中输入以下指令。那输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些资讯。然后这个资讯的话，它显示的是 Linux 系统上排名前10位的 CPU 用户。然后你就可以确认说哪些进程有独占啊，或占用了 CPU 这样子。然后再来，我会介绍一些跟档案处理相关的指令。首先是第一个指令是 ls， 输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目前当前资料夹的所有的那个资料夹资讯。就是我们有的档案跟资料夹都会显示在上面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资料夹底下新增一个新的档案。那指令的话就输入 torch new file。那我们再次输入 ls，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新增的档案就会出现在萤幕当中。然后我们要编辑这个我们刚刚新增的 new file 这个档案的话，我们就输入 nano 然后 new file。然后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它进行编辑，打一些数字、文字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按下 Ctrl+X， 然后它就问你要不要储存你刚刚修正的东西，按 Y，
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刚刚你写进去的东西更新到这个 new file 里面。那我们用 Git 去查看这个 new file 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写入的东西。然后再下一步就是，如果我们想要删除刚刚生成的这个新档案的话，我们就输入 rm， 然后 new file， 然后按 enter， 我们再输入一次 ls， 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成的这个 new file 就被我们删除掉了。那以上就是一些档案的基本操作。最后的话，这里再介绍一个跟网际网络相关的指令操作。我们输入 ifconfig， 然后这边如果出现没有找到这个指令的话，可以复制这个指令，然后贴上，进行安装。等它安装完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输入这个指令，就可以看到它显示的资讯。这里的话就是这一台虚拟基地的网络资讯，可以看到这是它虚拟机被分配到的 IP 跟一些它的基本资讯这样子。那以上就是 Linux 相关的一些基本操作。那从 VMware 的下载安装跟 Ubuntu 的安装到这个基本操作就到此结束。